鬼子的道理，给我打！下车了，快！快下车！快！下车！快还击！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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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长！有进攻，快让他打！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！马上就到了，记住！不许停！前进！前进！把机关给我！来！炸！金花，坚持住，千万别睡着了啊！坚持住。医生，怎么样？子弹应该没有伤到心脏，但是由于他失血很严重，现在急需输血。是不是血浆不够了？哎，抽我的血，抽我的，医生。我们没有时间验血配型了，只有要 O 型血。我就是 O 型血，抽我的吧。不行，医生，他刚做完大的手术，还抽我们的吗？现在多耽误1分钟，他离死亡就近了1分钟。没关系，抽我的。抽800毫升，大不了我昏迷一下嘛。可能要超过这个数，那就昏迷2下。金先生，一般的人可是扛不住的呀。万一你出了危险，那可就太不值了。只要他活了，就值了。
已经抽1000cc 了，可是还不够。脱离危险了吧？还没有脱离危险。那就接着抽啊！我这体内差不多还有3000cc 吧。那好吧，不行一定要说。我会说的。我要保持清醒，我要第一时间看到他醒过来。金花，你一定要给我醒过来！看你现在脸白兮兮的，真难看。我喜欢你罗马张飞、张牙舞爪的样子，喜欢你骂人的时候脸像关公一样红的样子。天门阵还没破呢，你一定要醒过来。我给你唱支歌，唱完你就醒过来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我的同胞，还有那衰老的爹娘。情况就是这样，是钱伯豪救了我。情况确实如此，钱伯豪身上的那一枪是那个女八路打的。那个女八路戴金花怎么样了？女八路被我击中了左胸，这一次，就算她有9条命，也活不下来了。你的身份，他们知道了吗？不知道。如果你不说，他们确实不知道。我绝对没有说呀。你没有说，为什么那个戴金花突然不交换了？那恐怕是他们瞎猜的吧？我向天皇发誓，我绝对没有说，我绝对没有说呀！快起来吧，我是相信你的，大本营也是充分相信你们这些科研工作者的，只是你的工作和身份关系到圣战的走向，小心为是啊。对了，钱先生在掩护你时开枪射击了吗？没有。哦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城打猎了。城里也不见得安全啊。晚安。晚安。伯豪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吓死我了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鬼子。扎3下眼，表示警示危险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表示被监视状态。
龟井先生特意安排的皇军野战医院，说这里医生的水平高，医院条件好。你的意思，我还要感激他？他骗了我。我说不回来吧，你偏要回来，偏说这边的钱好赚，利润高。这跟日本人合作，那就是刀尖上舔血。这回好了，钱没赚到，身上还被子弹穿了个窟窿，看你能不能想得明白。明白了。等你好一点啊，咱们就赶紧出院，咱们离开这东安城。我就不信了，重庆咱还赚不着钱了。都听你的。不跟这帮狗日的干了！八嘎！这个可恶的钱伯豪居然敢骂我们！站住！你如果被骗了，还挨了一枪，还差点死了，你会骂人吗？这骂人和说假话都是人类固有的本性，是条件反射中的一种。如果他和他妻子林百合今天不骂人，那倒反说明他们在演戏。以前跟我说的一切都是假话。那对他的监控是不是可以测出了？不，必须24小时监视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有一种条件反射不正常。在我的生命轨迹中，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和你相撞。咱们俩相互骂过、打过、别扭过，你看不上我，我更看不上你。但奇怪的是，始终咱们都没有分开。从一开始撞得头破血流，到现在火星四射，你这个寸骨悍妇，我倒越看越顺眼了，越来越觉得你好看了。吵死了，睡个觉都不安生。睡得怎么样？你怎么躺在这儿？又想耍流氓？我想走，医生也不让我。胡扯！快起床，滚！是我让这位男同志躺在这里的，因为他把他身体里将近1/3的血输到了你的血管里，他根本走不动了。这位女同志，人家救了你，怎么着你也应该说一句感激的话吧？哎，没那么邪乎，他也救过我的命，我们俩这算是互相帮助。哎，干嘛呢？别哭别哭，这伤口万一裂了，你要再需要输血，
我可没那么多血给你输了。哎，你干嘛要这么做呀？这天门阵还没破呢，穆桂英要成了烈士，我一个人这事儿可干不了。我得拽着你，跟我一块儿干。让我看看你那只胳膊。有什么好看的？让我看看。不给。伸过来。明抢。穆桂英都能抢得了杨宗保，我为什么不能抢？霸道。你才霸道呢！没经过我的允许，就把那么多血管到我的血管里面，让我身体里面流的都是你的血，今后还分得清你和我吗？那就不分了。你还记得我送你去延安的时候那个小河边吗？刀子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！这是最后一次命令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以后是多久？你知道了吗？我现在猜得到当时你说的什么。还用猜呀？这不是没办着吗？差一个时辰，差一会儿都不叫一辈子。那咱们就当一辈子。当一辈子兄弟。有爽。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，这个弯我转不过来。是因为你前妻刘文婷是吗？没关系，我等你转过这个弯儿来。谢谢。走吧。钱桑，你的伤还有没有好利索？再多住几天，养一养。我在这儿养不了伤，只能养一肚子鸟气。你走可以，是不是允许我请示一下归景机关长？我跟归景没什么关系了，邀请是你请示。百合，我们走。好吧，请。百合，我们的车呢？这里是军事禁区，我们的车进不来。钱桑，请吧。请等一下，钱先生，您的枪忘拿了。这枪是归景先生的，麻烦你替我还给他吧。我是不能拿枪的，这违反规定。那村长先生，这就麻烦您了。钱桑，枪和刀对于一名武士来说如同生命。机关长既然选择送给了你，就算你不要，也应该亲自还给他，而不是通过别人。不好意思。来。
了个巴子，找死啊！打死一个狗汉奸！放下！小心！帽子！别开枪！这才是真正的条件反射。没事了，杀手走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害怕。报告阁下，杀手逃走了。废物！嗨，你就是这样保护钱先生和百合小姐的吗？嗨！钱先生，你可以过来吗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不是给你这把枪了吗？你为什么不拿它还击呢？我告诉过你，我不会使枪。对，上次你是说过的。所以雁台山的时候你也没有开枪。是。可是当斯克离你和你太太非常近，要是我，不管会不会，都会先打几枪吓跑刺客再说。你说是吗？是。那你到底开枪了还是没有开枪？我没有开枪。你还是开枪了。我好奇的不是你会不会打枪，而是你为什么要演戏？枪是我太太开的。林百合。别过来！救命！别跑了！别跑我！离我远点！别跑我！快跑！快跑！不好！不好！快跑！不好！不好！不好！快跑！不好！快跑！好了，好了，别害怕，杀手被你打跑了啊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回家，回家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太太的确扣了一下扳机，但都没扣响。女人在慌张的时候，的确如你所说。但是你们日本的枪真的不好。确实扣了好几回扳机。可惜了我这块好表哦。哎呀，不可惜，他为了你光荣牺牲，值了。哎，他应该不能被评为烈士吧？气我是不是？这可是党代表送给我的。
那就让鬼子赔100块。我才不稀罕呢！你们怎么还不走？部队里的训练一刻都不能耽误啊！金花姐，金先生现在整天跟着端屎端尿的，太憋屈了。要不也让他回去，给我们训练得了呗？啊，这憋不憋屈，这让你管啊？人家愿意是吧？你们哪只眼睛看见他给我端屎端尿的了？那都是护士干的，多可爱的女护士啊！救死扶伤，尽职尽责啊！少说点话，别早上起来就嚷嚷，多休息。女护士，哎呀，一个尿盆一份情啊！瞎拼什么呢？味儿不味儿啊？快走！不是队长，你让我们等你伤好了一块儿回去呗。你们先回去吧，啊，回去还得训练呢。训练任务不完成，谁也别想进城。咱们要进东安城啊？对啊，丑话说在前头啊，回去我就考试，不及格谁也甭去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队长，走了。看我干什么？谁让你给我端尿盆的？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事啊？从小到大我也没干过这种活儿。谁叫你病了呢？我这叫救死扶伤，尽职尽责。一见谁家大老爷们儿，大早清的端着个尿盆来回跑啊，传出去我多丢人呢！丢人吗？别人会说我不贤惠的。你贤惠吗？看不出来吗？好，那这样，为了你贤惠的好名声，从今天开始这种活我不干了。不行，你端个尿盆，非得大清早的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敲锣打鼓，吆喝喧天的端呢，就不能3更半夜没人的时候干的。哎，干嘛？哎，腰酸背痛的，给我揉揉揉揉。我揉。揉揉。揉啊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别揉了，还没开始呢。别，不疼了，不疼了吗？不疼了，不疼了。我有话要跟你说，我还是跟你说说石井的事儿。你伤口怎么样啊？没事。慢点。你坐下，我帮你重新保证。我真没事，待会儿去医院弄一下就好了。坐下。你看，这血都渗出来了，还说没事儿呢。忍着点啊，可能有点疼。疼吧？不疼。你就是拿刀杵我，我也不疼。你是怎么发现龟井一郎是在试探我们的？起初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有2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第一，那个枪手突然开枪，第一枪打在了，打死一个狗汉奸！放下！连续3枪，枪枪命中要害，可见这个杀手是带着死命令来的。但问题在于，他要杀的只是来一个关东的司机。对，有悖常理。而且我听他说了一句话：“打死你这个狗汉奸。”所以他刺杀的目标是你这个跟鬼子做生意的人，而且从他的那个角度，不可能看不见你我。如果是锄奸队的误认，那也有情可原。他打死司机以后，并没有走，而是接着朝我们开枪。从前3枪看，这个杀手是个顶级的枪手。他在考虑计算过，子弹打碎玻璃，弹道发生改变之后，依旧击中了司机的要害。可是他后2枪又似乎大失水准。更失水准的是，你提醒我拿帽子引开他的注意力，借此反击。但是第6颗子弹，他根本没有打帽子，依然打的是后座。所以这样看来，他并不是要打我们，只是逼我们还手。而且他知道枪打不响，我们打不死他。对，我当时拿枪对着他的时候，他的6颗子弹已经打完了，而且当时他没有换弹夹，也没有换枪，所以你才大声制止我开枪。别开枪！可是当时我已经扣动了扳机，已经上了龟井一郎的当。王浩，对不起啊，我差点暴露了你。文田，但是你后面的精彩表现救了我们。可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什么你拿到枪之后还要连续射击呢？我们上当了，鬼子在测试我们会不会使用枪械。那怎么办？你用身体挡住窗户，让我大喊一声，把枪扔在后座，快！我觉得他当时应该在周围的哪间屋子里偷偷地看着我们。如果我们借着枪打不响抵赖，那正好就中了他的计了。文天，我问你，平时你打到抽弹会怎么样？赶紧拉套筒，退出抽弹。对，这是一个职业军人的习惯，也就是基本的条件反射。龟井一郎对我们的突然袭击测试，就是测试我们的基本条件反射。你可以逆向思维，如果你不是军人，你惊慌失措，枪打不响，你会怎么样？不想再勾，再不想再勾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你才让我装出可怜兮兮、神经错乱的样子，去迷惑龟井一郎。你也迷惑了我。怎么呢？因为你痛就是我痛。文田，只要我在你旁边，我绝对不允许这真实的一幕上演。依我的判断，他肯定是小鬼子那儿的一个大官儿。军官不会使用猎枪的。那你说他是谁？字儿写的这么漂亮，肯定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。如果真的是个日本商人，就算是想拿钱来换命，他也不会到中国人这儿来换命，而且委托一个中国人来交换。这样对于日本上层社会的人来讲是一种耻辱。日本也有穷人嘛。
为一个穷日本商人，龟井一郎出动这么多兵马，不惜血本，你觉得正常吗？那倒是抽风。你想一想，龟井一郎现在他是干什么？你不是说他是竹子机关里面的一个大官吗？叫竹机关，其实就是一个特务机构兼东安城的警备司令。你如果把龟井一郎的身份和营救石井这件事联系起来，还看不出来什么问题？石井这小子，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四害计划有关的人吧？看来你还没病糊涂，所以我准备进一趟城去找卢亮。我也去。你去干什么？你的病还没好呢，这么虚弱，我背着你进城啊。行，我不去了，我是累赘，你自个儿去吧，自个儿小心着点啊。我回屋休息了。跪倒！洗照片也犯法。八个！一群瞎了眼的猪！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在执行任务，请出示身份证件。执行，对不起，人受惊了。你们在这干什么呢？他们是我们抓的几个特务。下课表给我看看。招供，现在我不想听了，大家。关于四海计划，你也不愿意听吗？闭嘴！先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。加入的锄奸队很厉害，宪兵队安全，把他们带到宪兵队。剩下人继续等于上钩。是，走。站等。执行局。县长，您要洗什么样的照片？哎，你怎么抢车呀你？哎！阁下，这个人就是共产党潜伏在东安城的老地下党，负责这次接头。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？应该是担心自己受不了宪兵队的刑罚。
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自杀方式？进了宪兵队，他就是连想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了。那为什么要死在这里？属下不知。东安医院。阁下，今天我们的人在照相馆蹲守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叫石井佑南的人。哪个部门的？商务省。你的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吗？证件是石井弘一的，人是假的。这个会说日本话的人会是谁？不管是谁，他们的目的都是奔着死海计划来的。如良同志的牺牲是为了保护我，我这就要进城了，怎么就不能等到我来救你呢？其实他完全可以等到组织上的人来救他，没必要选择这种方式。而且我们俩都是单线联系，这样一来，所有跟死海计划有关的信息都不得而知了。老陆的死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我一直在想，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这样的地点？是巧合？不会。我还记得他临死前在冲我笑。今天这里一个共党地下党跳车撞到钢架子上，自杀了。真刚烈啊！我得到一些消息，说共党正在组织破坏鬼子的一个重大计划。那我们两个可以去帮帮他们呢。帮共党干活，没有这样的先例。都是傻鬼子，要那么多政治成见干什么呀？鬼子迟早会杀完的，到时候的政治就是你死我活。是中国人自己的你死我活吧？是顺从我们领袖的活。那共产党呢？他们是不会顺从的，所以国共之间迟早有一仗，而且是一大仗。你也会杀共产党吗？作为领袖的卫士，我没有任何理由、任何借口，必须站在领袖这边。如果你枪口对面站着是你的亲人呢？我的亲人早就被鬼子杀完了。如果是你的恋人呢？你知道我会这么做的。回去吧。这是那棉花的钱，好像多了吧？多了不好吗？如果我拿了这些不该拿的，那是要倒霉的。多的那些就算是你舍身救护石井的一些嘉奖吧。救命之恩，无以回报，请你笑纳。其实我吧，不是一个会冒着枪林弹雨救别人的人，只是那个时候，正好有一辆车挡住了子弹罢了。谦虚了。好吧，那我就收下了，全当是离开东安城的盘缠了。你为什么要走呢？得罪了八路，他们的锄奸队是很厉害的。你看这个，
可以让你留下来吗？有了这个授权，你的贸发洋行在交通运输、口岸通关、税收销售所带来的好处，一定会让你舍不得离开这里的。你的条件是？从今天起，你必须帮着我想办法筹集一切战略物资。这是第一笔的清单。每个队员花物资。重庆方面控制区的黑市上应有尽有，你的工作就是帮着我从那边搬到这边。凭借你的社会关系做到这一点，我想不难。我保证，1年之内你能挣够一辈子的钱。诱惑很大。经不起金钱诱惑的才是真正的商人。我答应。你的夫人不常来洋行打理打理吗？她不懂。每天穿着熨烫整齐衣服的男人，背后都有一个很爱他的女人。白鹤小姐上次受惊了，现在恢复的好点了吗？还在调理。那你经常两地跑，把白鹤小姐一个人留在家里，肯定不放心。整天跟着你舟车劳顿，她的身体肯定吃不消。不如这样吧，你让她来放送局播一下新闻，这样一来，她既有一个轻松的工作，也不会很寂寞，二来安全上也有保障。你想的真是周到。我们是朋友，多么大气！多么大气！多么大气！我认为，这是一个接近鬼子中枢机构的好机会。我们可以答应。我不同意。龟井一郎的请柬已经送到我们手上，你认为我们可以轻易的把它推掉吗？那也不能去。一旦你的身份被暴露了，那你就完了。文田，你跟龟井一郎有着血海深仇。你敢保证你见了那个畜生，你不一枪崩了他？我保证，顾全大局。阁下，我们为什么要求着钱伯豪这个中国的商人？没办法，他手里有皇军需要的东西。可是为什么还要送他的老婆到放送局去工作呢？因为我对他不放心。对了，对那个林百合的调查怎么样了？帮鬼子不易，你会被当作大汉奸，会遭到万人唾骂，会贱如鼠辈，这对任何人的打击都是崩溃的。我既然选择回来，选择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报仇，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。粉身碎骨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文婷，我怕你这种清白，最后变成了不清不白，就是死了，也是被冤枉的。只要九泉下的金戈理解我。有我理解还不够吗？别这样。
反正我不同意。我就是上报上级，把你撤出东关城，也不许你干这事儿。不好！这些年，由于打仗，很多人证物证都非常难找到了。钱伯豪曾经上学的那个学校，因为南迁重庆，留下的档案也被一把火烧掉了。哦，有人纵火？不是，是留校的一个工友，因为值夜班的时喝了点酒，碰翻了油灯，失的火。人呢？烧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2个月以前的事。不早不晚啊。警察局、宪兵队都已经勘察过了，结论相同。轻易得到的结论往往都是不可靠的。封锁出城的各个要道，一旦发现钱伯豪和林百合想出城，立即缉拿。不好，为什么不把因为我的原因写清楚呢？这样你就可以脱得清干系啊。你知道我们的家法很严，处罚近乎于残酷，你受不了。那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背啊。文蝶，你知道，因为有了你，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。因为有了你，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。如果没有你，那一切都是黑白的。不好，如果你能让我有机会为妈妈、为金哥报仇，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，我就答应你，跟你。你说什么？我嫁给你。文蝶，你知道吗？为了这句话，我等了很多年。今天我终于等到了，谢谢你。我怎么有种乘人之危的感觉？不，我好，我是真心的。我知道，文蝶，我想对你说，如果我们完成了四海计划，如果我还活着，我一定娶你。
欢迎回家。哎，这4个字是谁写的？哎，大海写的。啊？这4个字是你写的？啊，是我写的。太好了，写的进步很大。哎，二炮，你跟大海好好学学。你看大海这字写的，你再看看你那字扒拉的。啊，有你这样的吗？一回来就数了人。侯伟，训练怎么样了？都挺好的，只有几项不达标。不达标？不达标还有闲心整这个花花绿绿的？都训练去！哎，刚才你还说我数了2炮，这会儿你又冲猴子开枪放炮啊？猴子不听他的，今天听我的，全体放假，明天我陪你们练。不能放假！必须放假！不许放假！必须放假！你们俩现在到底谁管着谁啊？这以后我们到底听谁的呀？听他的。队长，这个放哪儿？啊，放在桌子上就行了。好嘞。哎，收拾的真不错。我说过了，等你转过弯来，但不等于我退出。那我暂借一下这个位置行不行？有什么比它更重要的？没有了。但是我想在这个位置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——收音机。收什么机？它是一种能说话、能唱戏的无线电机器。比我说的还好，比我唱的还好听。摆这个地方，那么重要的位置。关键不是要收听广播，是要接收上级的密电指示。这么重要？当然。早说呀！真是识大体顾大节。哦，我知道，你前妻的照片，你有，搁这儿，一块摆上，我不介意。我知道，你前妻长得比我漂亮，比我有文化，可是我比她实在。比她更有温度。平花，你不是说这个能说话吗？你让他给我唱个木木瓜帅，我听听。你当是耍猴呢？你让他翻个跟头，他就翻个跟头。那得收音机里播什么，你才能听什么。哪儿那么啰嗦？先打开听听再说。哎，你别这么拍呀，很贵的。我来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让他唱他就唱，他听我的。有生之则当尽，寸土怎能够让他人烦恼小愁和足论？我一皆能当。百士兵们，八路弟兄们，你们是不是还在为了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？关了关了，赶快放下枪，回到皇军这边来吧。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。你是不是觉得这骚娘们的声音特好听啊？
我让你把他关了，没听见呢？我听见了。所谓的主义，吃不饱，穿不暖呢。赶快放下枪，回到皇军这边来吧。我想从鬼子发布的消息当中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情报。我呸！这种骚娘们儿比汉奸还可恨！别让我今天看见她，我看见她我就把她崩了。你不能随便杀人。我过嘴瘾不行啊，心疼了。吃不饱，穿不暖呢。赶快放下枪，回到皇军这边来吧。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。我警告你啊，进了城，千万别被这骚娘们把骨头给麻酥了，国军把魂儿都给勾去了。八路弟兄们，你们是不是还在为了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？赶快放下枪，回到皇军这边来吧。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。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，谢谢您的收听。さようなら。真好，真好！林小姐，我都窒息了。你的声音都是可以杀人的，尤其是最后的一篇稿件，您改的真是风采锦绣。关键是还是有详实的资料，这样才不会言之无物。对，哎，林小姐，有篇重要的稿子晚上就要播发呀，到我办公室先。这么急呀？博豪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儿风大，上去吧。我每天下班可以自己走，你不用每天都来接我。这样安全些。哎，对了，博豪，刚才我在杜局长那里改稿子。从鬼子的战略通报里证实了，那天在东安城牺牲的那个叫卢亮的，确实是在组织破坏鬼子一个秘密的重大计划。还知道其他什么内容吗？其他的倒是不知道，可是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东安城。也许这就是四海计划。那共产党不是比我们领先了吗？